大家好，今天来读一篇文章。活得不如父母的子女逐渐增多，70后的难也许才刚开始。每一位父母都有这么一个心愿，一代更比一代强。我们这代人有钱，但学历不够，所以我们希望孩子既有学历又有钱，混得比父母还要好。这便是普通人的渴求和期待。我们这代人比较平庸，但足够努力，所以我们希望孩子才华卓越，勤奋赚钱，至少胜过父母。在我们的眼中，孩子是否有出息，决定了家庭的前途。事实上，父母的期待越大，失望就越大，因为一代更比一代强，这不是绝对的，而是随机的。也就是说，不少家庭会面临一代更比一代弱的困境。就拿70后和90后这两代人来比较，70后是90后的父母，那到底是70后混得比较好呢，还是90后混得比较好呢？毫无疑问，从时机、环境、发展以及市场这4个方面来说，绝对是70后混得比较好，因为70后所遇到的机会比90后多，同时也不会高位接盘，面临无限度的内卷。只能说，活得不如父母的孩子不会减少，只会增多。广州的陈先生，他是本地人，30来岁的时候他就自己做生意，没想到发财了。再加上父母留下来的诸多房子和资产，他可以做到一生无忧了。在这几年，他发现生意越来越难做了，不禁产生了一个想法：以往做生意如此容易，现在做生意如此艰难，不就说明当下的年轻人会面临高难度的人生吗？他的儿子那时候已经从某211大学毕业，没想到的是，儿子大学一毕业就失业，找不到既稳定又适合的工作，如此孩子就忧愁起来。看到孩子如此忧愁，陈先生也特别疑惑，就问孩子：你再差也是211大学的毕业生，怎么就失业了呢？孩子回了一句：如今大公司都在裁员，3个月的试用期不过是当免费劳动力罢了。到了第3个月，哪怕是985毕业生都会被裁，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呢？后来陈先生才了解到，的确如此，只不过这都不是问题。由于陈先生的人脉众多，所以他就托人安排孩子到好的单位工作，这样他的孩子才稳定下来。陈先生的孩子那是比较好运的，不是因为他学历高，而是他遇到了好父亲。试想，没有遇到好父亲的人又该怎么办呢？在以往，我们很少听到拼爹拼妈的说法，如今这种拼爹拼妈的说法又重出江湖了，而且还被无数人所接受。为什么无数的孩子都需要拼爹拼妈呢？因为他们混得不如父母，同时市场在饱和，没有资源的孩子根本无法冲出重围。没有资源和背景的年轻人，要么工作996，工资7、8千，要么买不起房子和车子，结不起婚，要么做人低欲望，没有任何的休息时间和追求。而父母有钱有资产的年轻人多半都比较轻松，要么单位不错，工作稳定，朝9晚5，要么生活富裕，人生愉悦，要么跟别人强强联合，婚姻美满，愈发有钱。人与人之间的差距，貌似从比拼自己到比拼父母，再到比拼家底。为什么孩子会不如父母呢？首先，这是一个人情社会，在人脉资源方面，父母是比较强的。其次，父母至少结婚了，而孩子连婚都结不起，怎么比？最重要的是，有些父母资源颇多，只要孩子懂得利用，就无忧了。对于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，别人的起点也许就是他们内卷一生的终点。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，而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到不了罗马。如此便是现实，便是人生。
对于普通家庭的70后来说，他们的难才刚开始。对于普通家庭的70后来说，他们的难才刚开始。家庭有钱的70后，哪怕孩子不如他们，问题也不大，反正家里有钱，一辈子无忧。反而是家庭没钱的70后，只要孩子不如他们，问题就大了。第一点，孩子不如父母，连婚都结不起，那父母就需要帮孩子买车买房，这笔花费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承担的，哪怕可以承担，也要掏空家庭的6个钱包，到头来自己没钱了，孩子也负债累累，一家子都处于凄凄惨惨的境地当中。第二点，孩子活得不如父母稳定。身为父母的70后，很多都是单位的职工，安稳到极致，哪怕工资一般，也朝九晚五，特别轻松。反而是自己的孩子，想要进安稳的单位，还需要内卷，几百上千人争一个岗位。如此说来，孩子和父母相比，少了安稳，多了竞争。第三点，孩子啃老，父母无奈，晚年孤独。孩子不如父母，就肯定会啃老，不然为什么当下的啃老趋势会越来越严重呢？不要觉得啃老是一种潮流，其实是一种象征，象征了当代的年轻人活得不如父母。或许70后的难才刚开始。好，刚才我们读了一篇文章，活得不如父母的子女逐渐增多，70后的难也许才刚开始。作者书山有路，感谢收看。